围绕奥运会，中韩之间又出现了一片纷争。韩国需要尊严，恐怕就需要先打一剂强心针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这几天，随着奥运会开幕，还有各项比赛逐次开展，很不意外的就是中韩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不必要的插曲。我想大家都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第一个纷争就是围绕开幕式的演出服装嘛。结果韩国官方就说，我们那个演员穿的那个朝鲜服装啊，是窃取了韩国的文化，说韩服是他们的文化特色，我们不能用，否则我们成了文化掠夺。其实谁也没说这服装不是韩国的民族服装。中国驻韩大使馆发言人指出，中国也有朝鲜族同胞啊，那朝鲜族同胞穿朝鲜族服饰有什么不可以的？结果这个事儿呢，气得中国网友在网上贴了真正的韩国服装，就是当年被日本占领之后禁止的那一套，就问韩国人，你现在敢穿这个上街吗？第二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，韩国代表队说奥运村伙食不好吃，饭菜太油腻了。如果说我们的餐食跟韩国运动员的日常饮食习惯有差距，这个好说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不就是帮他们弄点泡菜吗？这个容易啊。但是吃不惯归吃不惯，非要说我们的餐食水平差，这说的连日本运动员和媒体都看不下去了。果然是中日友谊又靠了韩国。甚至呢，韩国一些老百姓还在抱怨说，韩国政府在应对泡菜呀、韩服啊、跆拳道文化上面态度太消极了。和文化上这些争议相比，韩国队在赛场的某些表现得罪的就不仅仅是中国了，而是整个奥运大家庭。一方面呢，是赛场上玩猫腻玩得有点过分了，导致被判了违规，取消成绩。另一方面，取消成绩之后，教练还抱怨遇到了不公正裁判。这赛场上哪来这么多高清高速轨道摄像头啊？问题是，这高速轨道摄像机的作用不就是为了全面记录赛场现场图像，确保公正吗？怎么今天一公正，你韩国教练就受不了了？如果说有谁不公正，韩国人敢不敢去问问意大利，看看意大利体育界最看不起的人是谁呢？大家感觉不能理解，韩国这个民族啊，这些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行为刻意抬高自己，而且要刻意搞这些小动作？今天呢说这个是韩国发明的，明天说那个是韩国的文化遗产，那中国人发明了什么？中国人发明什么？这个问题郭德纲回答的是最贴切了。其实我也不想在这里边继续指责韩国，而是想说，韩国这种表现恰好可能就是一种强烈的自卑导致的极端自负。一个人长期处在一个弱势地位，特别希望获取别人尊重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会犯这种错误。人是这样，国家民族也是这样。尤其是韩国那么多年士大主义啊，对民族性格留下太深的痕迹。士大主义就是服从强大的嘛。明朝强大的时候，一切要以大明为尊，服饰必须是大明的，作为一个王，死也要死在大明国嘛。而清朝的时候改换了门庭，继续当属国。日本崛起后被占领，冷战到现在一直被美国控制。所以韩国经济科技发展起来以后，韩国人感觉到自己一直缺少一种独立自主。他们现在非常需要的就是证明自己也是强者，那就必须给自己重新塑造一个辉煌的历史。这种塑造就是通过电影，通过教育，向国民乃至向全世界宣传，这些东西都是韩国创造发明的。说到底啊，不就是不堪回首的玻璃心吗？韩国真要强大起来，最需要的其实就是战胜自己。要战胜自己，就不能有这种玻璃心，而是要真正的格局。另外，说完韩国，也可以说说我们自己。有些人似乎学的也有点韩国味儿了。为了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，就刻意去黑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历史。难道只有证明其他文明都是假的，中华文明才伟大吗？这其实跟韩国人一样，也是严重的自卑。他们似乎忘了，身为中国人该有什么样的格局。中国的文明之伟大，真真实实的摆在这里，根本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证实。好，关于韩国这个民族和强大之间最大的隔阂是什么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